速度之快，刹那间就直接到了这楼梯上方的尽头，向着上面的鬼州一层猛地冲入进去。可就在白小纯冲入的刹那，他眼前一花，还没等松了口气，目光一扫，整个人就再次如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眼睛瞪得老大，脑海轰隆一声，吸气连连。他的目中居然又看到了那两副骸骨以及摇晃的摇椅，这里居然还是第2层。而那摇椅此刻的摇晃更剧烈了，隐隐好似有诡异的咆哮声从那摇椅上传出。白小纯觉得头皮都要炸了，怎么会这样？白小纯惨叫一声，来不及多想，再次冲向楼梯，这一次速度更快，且一路修为爆发，肉身之力运转，轰的一声，再次从那楼梯冲了上去。可依旧是眼前一花，出现时目中所看，骸骨、摇椅都在，还是第2层。仿佛这第2层如同一个圆圈循环，无论如何走，最终都会绕回原地。而这一次，白小纯在出现后，那摇椅的摇晃不但剧烈到了极致，甚至在这摇晃下，这椅子都快速的向前滑去，仿佛要来追击。白小纯整个人吓得都要崩溃了，他大吼一声，右手抬起间，顿时一股术法化作的风暴从其手中爆发出来，直奔摇椅而去。可在轰鸣中，那风暴与摇椅碰触后，竟直接穿透而过，无法对那摇椅产生半点伤害。这就让白小纯更颤抖了，他眼珠子赤红。此刻危机关头，根本就来不及多想，他有种强烈的感觉，如果不尽快离开这里，一旦那摇椅靠近，自己将陷入绝境。拼了！白小纯呼吸粗重，速度再次展开，化作一道残影，出现时又一次的到了楼梯上方的尽头。这一次他没有立刻踏入，而是右手抬起，猛地握拳，几乎在他拳头握住的瞬间，一团黑色的漩涡赫然在他的拳头前方出现。这漩涡出现的一瞬，似扭曲了四周的虚无，哪怕这里是鬼州，哪怕这里是生命禁区，可还是有天地之力扩散开来。与此同时，在那黑色漩涡的吸力下，白小纯全身的修为、气血，似乎灵魂也都融入其中，刹那就被那漩涡吸走。与此同时，他的身后赫然出现了一尊高大的身影，戴着地冠，穿着地袍，一股霸道之意轰隆隆的爆发开来，正是不灭地拳。白小纯也是被逼急了，此刻这不灭地拳的展开，因他已经是不死谷大圆满，故而爆发之下，不再是如以往般的2倍，而是极致的5倍。5倍肉身之力，这种战力的恐怖程度，哪怕是天人中期看到，也都会倒吸口气。要知道眼下的白小纯，他的肉身之力已经堪比天人，而这种5倍的叠加化作一拳，其爆发的惊人程度，足以让天地色变。给我开！白小纯大吼一声，右手一拳，向着楼梯尽头直接轰去。在他轰出不灭地拳的同时，他身后那穿着地袍、戴着地冠、满是霸意的身影，也一样抬起右手，似与白小纯的一拳融在了一起，同时轰出。轰轰轰！剧烈的声响顿时扩散四方，这一拳直接就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好似一条狰狞的黑龙发狂的咆哮。随着冲出，随着拳头的落下，白小纯前方那楼梯的尽头，好似镜面一般，顿时就传出咔咔之声，眨眼的功夫就骤然崩溃，4分5裂。在碎裂的瞬间，白小纯猛地一步走出，这一次他没有眼前一花，顺畅无阻，刹那就冲出了第2层。出现时已在了一片陌生的区域，眼看自己离开了第2层，白小纯松了口气，这是什么鬼地方啊？就不该来这里，不该走生命禁区。白小纯内心后悔，他觉得守灵人实在是坑了自己，如果早知道这生命禁区内有这么一所鬼州，打死他都不来。可眼下已没别的办法了，宋缺与神算子明显控了神智，若非是白小纯将他们2人扔到了储物袋内，怕是如今都还留在那第2层中。怎么办啊？白小纯哭丧着脸，不灭地拳几乎打空了他全部的肉身之力，可他毕竟是不死谷大圆满，眼下虽喘息不已，虽有虚弱之感，可却没有到那种无法坚持的程度。只是他的那口气刚松，正发愁时，但下一瞬，当他的目光看向自己所在的地方时，却是身体再次颤了起来，甚至眼珠子都睁得更大，脑海天雷滚滚，那种恐惧的感觉竟比方才还要强烈太多太多。这里的确不是第2层，可也不是第1层，甚至准确的说，这里都不能算是一整层，而是一间密室，一处女子的闺房。这闺房内有一张残破的床，上面落满了尘埃，甚至还可以看到一些蜘蛛网。而在那床边有一张梳妆台，这梳妆台很是古老，一样布满了尘埃，甚至还有不少裂缝，尤其是一角更是残缺。仔细去看，还能看到在那梳妆台上有一些已经干枯了不知多少岁月的黑色血迹。梳妆台的前方则是立着一面镜子，这镜子早已破碎，一道道裂纹在上面，看起来极为诡异的同时，这镜子更是房间内唯一没有被尘埃沾染之物。这么一间闺房，只有一张床、一处梳妆台以及一面镜子，简单的摆设，可却让白小纯那里身体颤抖到了极致，脑海更是这一瞬有无数天雷炸响，连连吸气。因为是他的耳边，在方才看到这梳妆台的刹那，就突然的听到了
自从踏入舟船后，就始终没有出现过的歌声。那讲述着一个孩子吞噬了母亲手臂的歌声，这歌声的清晰程度前所未有，仿佛有人就在这闺房内去清唱，这就让白小纯整个人惊骇的要崩溃了。是谁？你不要出来啊！我弟子可是明皇。白小纯都快哭了，大吼中快速后退，想要寻找出口。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虽逃出了第2层，可却不知为何，居然来到了这艘鬼舟的核心区域。甚至他都不需要如何辨认，就可通过传入耳中的歌声，寻找到在这闺房内歌声的来源所在之地。歌声正是从那空旷的梳妆台上传出。第861集，梳头的背影。就在白小纯目光看向那梳妆台的刹那，这原本空旷的满是尘埃的梳妆台上，突然的出现了一个女子的身影。那是一个穿着红色长裙的女子，这女子背对着白小纯，有着一头长长的黑发，此刻正一只手抬起，一边对着前方破碎的镜子梳头，一边唱歌。从背影看去，这女子居然只有一只手臂。她的出现立刻就让这房间内顿时如陷入隆冬之中，一股惊人的冰寒刹那间就扩散四方，让白小纯这里猛地捂住嘴巴，生怕自己惊呼尖叫，以至于打扰到了这女子唱歌的兴致。白小纯的恐惧此刻已经到了极致了，他能明显感觉到眼前这个女子绝非自己的修为可以战胜，对方给他的压力好似一座惊天山峰压在身上一样。白小纯这一次是真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他只觉得这一辈子的经历，为什么好多次都遇到这么诡异的事情。此刻身体颤抖着，小心翼翼的后退中，不断的想要找到这房间的大门，可找了一圈，却绝望的发现这该死的房间居然没有门。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啊！白小纯内心哀嚎交集时，突然的，那背对着白小纯唱着歌冲着破碎的镜子正在梳头的女子似乎察觉到了白小纯，其梳头的手忽然停顿下来，就连歌声也都在这一刻消失了。这一幕顿时就让白小纯心脏都快要从胸口跳出来，他哭丧着脸连忙开口：前辈不要误会，我不是故意来打扰的，我也是有身份的人啊，我有个弟子可是明皇。对了，守灵人你认识吧？是他让我来的。白小纯有些语无伦次不着边际，实在是这女子给他的压力之大，甚至都超越了当年看到天尊之时。我也不想来啊，你不用理我，你唱你的，挺好听的。白小纯生怕自己的解释不清晰，赶紧又说了一句。可就在他话语传出的瞬间，那停止了梳头与唱歌的女子竟脖子微微一动，在白小纯一声尖叫中猛地回头。刹那间，白小纯就看到了这女子的面孔，她的脸上竟没有鼻子，没有眼睛，没有嘴巴，没有任何五官，有的只是一片空白。白小纯只觉得脑海瞬间就炸了开来，惨叫中身体急速后退。可就在他退后的瞬间，他始终拿在身边的守灵人给他的令牌竟猛地散出黑色的光芒，这光芒一晃之下，白小纯只觉得眼前一花，瞬间模糊，而他的身影也随着眼前的模糊，竟刹那消失在了这舟船的密室内。几乎在他消失的同时，密室内他方才所在的地方，从四周虚无内竟瞬间钻出无数头发，眨眼间就将他方才所在之处刹那交错而过，速度太快，掀起阵阵破空之声，更是连虚无都轰鸣起来。这些发丝诡异，任何一道竟都散发出超越天人的波动。可以想象，如果白小纯还留在了原地的话，那么此刻必定形神俱灭。直至许久，这些发丝才慢慢的蠕动中收缩，重新消失在了虚无中。而那梳妆台上转头的无面女子也慢慢的重新转过头，那没有眼睛的面孔正对着破碎的镜子，拿着梳子的手也慢慢抬起，继续梳头的同时，歌声再次回荡四周。而此刻，在这生命禁区内，靠近通天河东脉，距离末游区域只有1-2日路程的地方，一片古海中，白小纯的身影随着虚无的模糊，刹那间显露出来。刚一出现，他目中还有些茫然，可很快就清醒过来，倒吸口气，猛地回头，只是发现自己居然离开了舟船，出现在了古海上时，白小纯甚至都有些恍惚，仿佛之前的一切都是虚幻的，如一场噩梦。可白小纯很清楚，那不是虚幻，鬼舟也好，梳头的无面女子也罢，这一切都极为真实。想到这里，他忍不住庆幸起来。守灵老爷爷果然没有骗我。白小纯紧紧地抓住手中的令牌，他回想方才的一幕，心有余悸地发现，如果不是这枚令牌，怕是此刻的自己已经十死无生了。这生命禁区实在太邪门了，那个女鬼到底是个什么玩意？白小纯越想越觉得恐怖，此刻赶紧一拍储物袋，将宋缺与神算子放了出来。都怪他们两个，要不是为了救他们，我怎么会遇到这种危险？白小纯有些郁闷，看着神算子与宋缺，这二人刚一出现，神色都有些呆滞，许是离开了舟船的缘故，他们的呆滞没有持续太久，渐渐都清醒过来。可随着醒来，他们却迷茫了。怎么回事？我们出来了。我好像忘记了什么事情。宋缺一愣，觉得头很痛，揉了揉眉心，皱眉说道：我只记得自己在甲板上，好像不知不觉的去了下一层后面，
就没记忆了。神算子也迟疑了一下，二人都狐疑地看向白小纯。白小纯看着面前宋缺与神算子，长叹一声，将三人上了舟船后遇到的一切事情都说了一遍。随着他话语的说出，宋缺与神算子都睁大了眼，不由自主地吸了口气。他们能听出白小纯没有欺骗自己，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可还是觉得无法置信。我第一个进去。宋缺只觉得此事诡异无比，身边的神算子也都哆嗦了一下。听到白小纯在一层拉自己时，看到的自己脸上出现的那青面獠牙的面孔，他整个人就背后凉飕飕的。如果不是我，你们如今就留在那船里了。白小纯哼了一声，下意识的就要借这个机会教训一下这两个家伙，可一想到如今三人还是在生命禁区后，白小纯就赶紧打消了这个念头，匆匆开口：“离开这里再说，这破地方太邪门了。”白小纯说着，又心惊肉跳起来，赶紧加速向前疾驰。宋缺与神算子也都越想越是恐惧，跟随在后。三人速度飞快，在这前行中，距离生命禁区的边缘界限越来越近，地面上的古海也都稀薄了不少。按照白小纯的判断，估计离开这里也就只剩下了1天的路程。我们之前在船上走了那么远，此刻白小纯也发现了，在舟船上的那些时间，明明也就是不到2个时辰，可这舟船竟带着他们走了一大段路，甚至如果按照这个速度计算，怕是在那舟船上不用1天就可横穿整个生命禁区了。与此同时，就在白小纯三人于这生命禁区内不断急速飞行的一刻，通天和东脉中游修真界内却是爆发了一场震动八方的战争。这场战争是中游3大宗门联合在一起，形成了逆河宗无法对抗的势力发动的一场灭宗之战。轰鸣之声在整个逆河宗四周不断的滔天而起，放眼看去，可以看到逆河宗上阵法光芒闪耀，那是空龙古树之力形成的阵法，全力阻挡来自八方的无数神通术法。而这阵法显然无法坚持太久，正在不断的扭曲，似随时可能崩溃。阵法外，此刻有一黑一白2个太阳，正在散发黑白光芒，更有稻草人身影不断的闪烁，配合大量逆河宗的弟子，正以阵法为核心，不断的与四周的无数强敌激烈的厮杀。只是这厮杀明显处于弱势，在这阵法四方环绕了足有10万修士，这10万修士分成了3方阵营，都在向着逆河宗出手，更是在这3方阵营的后方，各自都有一股惊天的气势，好似将这里的苍穹天意取代，化作了3份，镇压逆河宗。那是天人初期的波动，虽是凡道天人，与红尘女比较相差太多，就算是白小纯也都不会太去在意，可对于逆河宗而言，依旧是难以跨越的巨山。第862集，风雨飘摇。逆河宗阵法内，大量的血溪一脉的弟子已经纷纷进入了血祖的体内，运转了全身修为，更有血溪老祖坐镇，时刻准备着在关键的时刻操控血祖出战。在那血祖的头顶，此刻有一只兔子正趴伏在那里，红色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阵法外那3大宗门内滔天而起的天人波动。灵犀一脉的弟子，他们的出手与其他3脉不同，此刻按照不同的派系组成不同的阵法巨人，挥舞着大剑，在那阵法外不断的斩杀抵抗。至于丹溪一脉，他们以辅助为主，游走在阵法内外，不断的替换灵犀与血溪出战的弟子。而最后的玄溪一脉，他们的使命就是尽最大的可能去让那空榕树的阵法坚持下去。人群内，因逆河宗的资源，使得修为已到了结丹大圆满的宋君婉，此刻青丝散乱，嘴角有血迹，很是狼狈。若非是血梅的相助，怕是伤势会更重。此刻在其身边10多人的守护下，从阵法外遁入阵法内，刚一踏入，立刻就有几个弟子上前扶住。丹溪一脉的人，快给宋师叔疗伤！快！不用管我，快去救血梅！宋君婉一摆手，目中带煞，没有让人相助，而是独自盘膝坐在空榕树的一片树叶上，快速疗伤的同时，也在不断观察局势，目中慢慢露出绝望与黯淡。他看到了战场上血溪一脉老祖之一无极子，其一身血光滔天，化作一把血剑，所过之处摧枯拉朽。可很快的，作为逆河宗这一代强势的老祖之一的无极子，就立刻被其他3大宗门的元婴老祖数人围攻，岌岌可危。而逆河宗的其他元婴老祖，此刻除了血溪老祖与灵犀老祖外，几乎都在战场中穿梭，各自为战。只是眼下因阵法的缘故，还可僵持，但可以想象，一旦阵法崩溃，这局面必定如泰山压顶一般，势如破竹之下。逆河宗危矣！小纯不知我还能不能坚持到在看到你的那一天。宋君婉轻叹一声，没有疗伤太久，便重新起身。作为血溪一脉中锋的强者，他必须要去主导，才可让中锋的那把巨大的血剑于战场上发挥到极致。此刻的战场上，血溪一脉曾经5座山峰各自不同的至宝也都陆续出现了，无论是那巨大的尸魁，还是那成群的魔头，呼啸间强悍无比。尤其是里面有一尊尸魁更是惊人，他全身长满了毛发，所过之处让其他3宗的修士很是头痛。这尸魁肉身很是强悍，其毛发更能控制其他尸体，
战力极强的同时，他身边还有一群魔头伴随。这些魔头本来应该是没有多少神智，可里面有一个魔头擅长隐匿的同时，似具备不俗的灵智，居然领导整个魔头大军布阵，驰援全场。而另一边灵犀一脉战士又是不同，可以看到一个个阵法巨人不断的冲杀中，很是强悍。尤其是那面孔是上官天佑以及北韩烈等人的阵法巨人，更是悍勇无比，所过之处一路秋风扫落叶一般。更有一头头灵兽嘶吼中，在这灵犀一脉的战场上不断的奔腾而过，其中一条老龙很是强猛，身边环绕着一只凤鸟、一尊蜥蜴，更有鬼影扩散。或许是灵犀一脉这里的声势太强，以至于有从道和院内有3位元婴老祖竟同时身形闪烁，如3只收割人头的匕首，直奔灵犀一脉的战场上，正要出手雷霆般撕裂灵犀一脉的布局。可就在他们到来的刹那，忽然的一声让苍穹都震动的咆哮，猛地就从阵法内吼出。随着声音的出现，一头身体只是数丈大小，可却肉眼可见的急速膨胀到了数百丈的惊人巨兽，以超越闪电的速度踏着火海蓦然出现。他刚一出现，竟有一股无限接近天人的波动从其身上爆发出来。所过之处，那些3院修士都神色猛变，而那3个刚刚杀到灵犀一脉的3个元婴修士更是睁大了眼，倒吸口气，急速后退，但却晚了。轰鸣间，3人就被那巨兽直接追上，借势撞击而去。巨响扩散中，那3位元婴修士立刻有一人全身崩溃，元婴都被那巨兽一口吞下，另外2人，其中一个半个身子粉碎，全速逃遁，最后一人也是狂喷鲜血，带着无法置信的恐惧飞快逃走。可就在这时，有一只大手，一道剑气，一道黑芒，瞬间就从3大宗门内冲天而起，速度快若奔雷，直奔那巨兽。出手时天意弥漫，正是天人神通。刹那间，这天人神通就轰轰而来，那巨兽刹那转身，速度猛地爆发，避开了大手，躲开了黑芒，可还是被那剑气的余芒在身上扫过，其背部顿时就出现了一道血肉模糊的伤口。仔细一看，他的身上在这之前就已经有了很多伤口，其中有不少愈合成为了伤疤，可还是有一些是这一战的新伤。而更惊人的是其脖子上的一道剑痕，虽已痊愈，可那疤痕之长几乎覆盖了近5成的范围，也能看出这一剑与方才那一剑都是同一人施展。可以想象，留下这疤痕的那一剑，若是再锋利一些，都可以将他头颅直接斩下。但他的速度却更快，刹那就重新回到了阵法内，身体也缩小，露出了那如麒麟般的模样，大大的眼睛很是可爱，4脚更是踏着黑色火焰，正是铁蛋。此刻，在铁蛋出现的同时，3大宗门内那3位天人老祖也都猛地目光一闪，神色有些凝重，蓦然看去，就是他了。果然如暗子打探的一样，这是一指怕是用不了1甲子，就可以自行晋升到了天人的至尊王兽。可惜他速度太快，不过此兽我们志在必得，要么臣服，要么死亡。在这3宗天人老祖都目中露出贪婪之时，逆河宗阵法内，作为这一代的掌教，灵犀一脉曾经的掌门郑远东很是心痛的赶紧给铁蛋疗伤。铁蛋，你不要再冲出去了，这场战争我们只能拖延，今后已经生死未知，你若是再有个3长2短，让我怎么和小纯交代啊？郑远东看着铁蛋身体上弥漫的诸多疤痕，心痛至极。铁蛋对于伤势没有去在意，只是郑远东说起李清后与白小纯后，他身体一颤，目中露出悲伤。他脖子上曾经最严重的伤势，就是为了救李清后而留下，只是可惜他还是没有办法救出李清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李清后当初被道和院生擒抓走。而白小纯的名字更是让铁蛋目中在那血色里浮现出了一抹柔和与追忆。可很快，这追忆就被他埋在心底。他始终记得白小纯临走前说的，让自己守护逆河宗。他粗重的气息急促起来，充满敌意的望着阵法外的所有3宗之人，尤其是看向那3宗内满是天意波动的身影时，他的目中露出憎恨，更有忌惮。战争还在继续，不断的升级，似这场灭绝已经无法化解。在逆河宗的深处，在那隐藏在虚无内的第9山上，灵犀一脉的老祖正一脸苦涩。他知道对方3宗的天人之所以没有立刻就亲自出手，是因忌惮逆河宗内的底蕴。要知道，如今的逆河宗虽没有天人，可若拼了一切，自爆所有底蕴之力，还是可以将一位天人初期斩杀的。他们很显然是要慢慢去耗费消磨逆河宗的所有底蕴，直至认为万无一失，才会雷霆手段般摧枯拉朽。师尊，你说的奇迹真的会出现吗？灵犀老祖绝望道。随着他话语的传出，在他的身后走出了一只猴子，他背着手遥望远方，目中露出深邃与睿智。一定。第863集，还回去。在逆河宗正经历通天河东脉中游3大宗门的围攻时，生命禁区内，白小纯与宋缺还有神算子3人对于逆河宗的事情虽毫不知情，可那鬼州的恐怖也使得3人如惊弓之鸟般速度极快。
1天的路程已经被他们走了大半，眼看再这么飞行1-2个时辰就可离开生命禁区，且他们脚下的骨海也都稀薄了太多，甚至已经露出了一些内有骨头铺垫的黑色地面。白小纯眼见如此，内心也振奋起来，恨不能立刻就离开生命禁区。宋缺与神算子也是如此，他们对于之前神智的模糊已经心惧无比。但就在3人疾驰中，忽然的，白小纯面色陡然一变，那歌声竟在这个时候又一次的从他们身后的雾气内，从那骨海中悠悠传来，诡异无比的同时，更是让3人在这一瞬纷纷汗毛炸开。宋缺与神算子更是呼吸都不由得制住了。该死的，这鬼州怎么又来了？白小纯觉得头皮又一次发麻了，此刻大吼一声，速度也爆发到了极致，抓着宋缺与神算子就要急速逃遁。而那鬼州也并非刹那追来，只是出现了一下，在他们1000丈外就消失无影。可对于白小纯3人而言，心中的压力却是极大。他们清楚的知晓，这鬼州之前是出现了4次，第1次时是在1000丈外消失，在第4次时将众人挪移上去，而如今再次出现，居然也恰好是1000丈。他们不能不去考虑，在接下来的这1-2个时辰里，鬼州是否还会陆续出现。在这种压力下，白小纯3人也都没心思交谈，一个个面色凝重中，在白小纯带动下拼了命一般疯狂疾驰。时间流逝，可就在一炷香后，突然的那歌声又出现了。怎么回事？这一次怎么这么快？白小纯都要跳起来了，心神强烈的震晃中，他看到身后500丈外那鬼州蓦然出现，又刹那消失。再次看到这鬼州，白小纯也看清了，这庞大的舟船根本就不可能只有2层，看其样子怕是至少也有5层左右。而一旦他们再次被挪移到了船上，就算白小纯有守灵人给的令牌，也都心里没底。更不用说宋缺与神算子了，他们此刻心神强烈的震动，整个人焦躁无比。不对劲，这里面有问题。白小纯喘息急促，来不及去仔细思量，转身就逃，可心中却已绷紧了弦儿。实在是那鬼州恐怖的同时，这种追击更是让他们产生了难以形容的压迫感。宋缺与神算子那里更为不堪，只是那鬼州如髓入骨，竟在半炷香后第3次出现。这一次的出现距离他们只有100丈，那上万的骸骨拉动鬼州直奔白小纯3人而来，阴森的气势惊天，甚至似乎没有如之前的几次那样有要消失的迹象，仿佛要不顾一切的撞击过来。而那鬼州上旗杆上的3面旗帜此刻无风自动，尤其最中间的青面獠牙似乎咧嘴在笑，却毫无笑声传出，满是狰狞。看着那舟船，白小纯都绝望了，目光扫过那3面旗帜后，下意识的就落在了那船舱上的大门处。一看之后，白小纯猛地就睁大了眼，浑身一个机灵，脑海瞬间浮现了一个念头。他来不及仔细琢磨，眼看危机，顿时就一把抓住神算子，大吼起来：“神算子，快将你那之前从船上拿下来的八卦镜还回去！”宋缺听到了白小纯的话语后，也想到了神算子取走了八卦镜的事情，焦急中也赶紧吼道。神算子心肝都颤了，闻言也没时间去心痛，赶紧从储物袋内取出那古朴的八卦镜。在那舟船直奔3人撞来的瞬间，他猛地将手中的镜子向着那舟船狠狠一甩，这八卦镜立刻就化作一道长虹，直奔舟船而去。极为诡异的，这镜子竟准确无比，仿佛有一股无形之力在操控般，居然在落入舟船的瞬间，直接就回到了曾经摆放的位置上。在落下的刹那，那旗杆上的3面无风自动的旗帜突然一顿，左右2面瞬间耷拉下来，至于中间的青面獠牙似乎发出了一声不甘心的咆哮，也慢慢的不再晃动。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那已经距离白小纯3人不到50丈的上万尸骸以及他们身后的鬼舟，竟刹那模糊，瞬间消失在了雾气里，不见踪影。白小纯3人内心紧张，赶紧后退。半晌后发现那舟船的确是消失了，3人这才松了口气。宋缺劫后余生，顿时就暴怒的一把抓住神算子：“你差点把我们给害死！你吼什么呀？我又不是故意的，谁知道这鬼舟这么小气啊？只允许他吞了我的铜钱，我取个镜子而已。”神算子也是身体颤抖，可却被宋缺吼的脸上有些挂不住。可反驳了几句后，他也心虚，声音越来越小。白小纯也擦了下额头的冷汗，方才那一刻实在是太危险了。他琢磨着，如果不是神算子扔出了铜镜，怕是这一瞬自己3人将再次被封在舟船中。好了，离开这里再说。眼看宋缺暴怒，神算子委屈，白小纯赶紧开口，身体一晃直奔远处。宋缺狠狠地瞪了神算子一眼，冷哼中松开手，也急速前行。神算子摸了摸鼻子，有些尴尬，更有后怕，连忙跟上。这一次那舟船再没有出现了。半个时辰后，3人脚下的骨海越来越少，直至完全消失。他们在翻越了一条山脉后，只觉得全身一震，好似从另一个世界回归般，全身上下都立刻浮现轻松之感。这种感觉顿时就让3人意识到，他们终于离开了生命禁区，终于出来了。神算子神情激动不已，宋缺贪婪地呼吸着此地的空气。白小纯看着四周，这里草木郁郁葱葱，没有穷山恶水，
没有那么看起来就狰狞的植被，有的只是与蛮荒比较，如同仙境一般的鸟语花香。远处还传来鸟儿的鸣叫，甚至一旁的丛林内还有一头眼睛大大、很是可爱如鹿般的小兽，无意中跑了出来。在看到三人后似受到了惊吓，赶紧跳了回去。这一幕让白小纯欢欣无比，他立刻就感受到了在这里与蛮荒截然不同的属于通天海的灵力。哪怕这灵力不是特别多，可与蛮荒比较，也都是浓郁的无法形容。他忍不住长吸一口，立刻全身上下传出咔咔之声，一切消耗竟瞬间就恢复了90%之多。灵气啊，我都好久没有这么畅快的吸收过了。白小纯内心感慨无限，在蛮荒这些年，他都快忘记了通天河区域的景象，此刻哪怕是在这墨游，也都让他极为满足。神算子与宋缺也很快就感受到了灵气的存在，二人身体颤抖，复杂中那种如同隔世的感觉极为明显。回来了，我们回来了，逆河宗，我们回来了！哈哈，圈儿，哼哼子，跟着本天才走，我带你们回家。白小纯大笑起来，右手抬起一挥，顿时一艘飞舟出现。这飞舟乃是当年逆河宗之物，只是在蛮荒里因没有灵气补充，白小纯已经很久没有用了。眼下在这通天河区域，飞舟本身可吸收八方灵气运转，此刻一出，立刻光芒四散。白小纯一跃之下，直接踏上飞舟，而宋缺也罕见的没有去在意白小纯对自己的称呼，此刻振奋中一想到逆河宗，归心似箭的感觉催促着他一晃踏上飞舟。神算子也是这般，振奋的踏上飞舟后，在白小纯的操控下，凭着他一身堪比天人的修为爆发，立刻这飞舟嗖的一声展现出了惊人的速度，瞬间就穿梭虚无，直奔天边。第864集，算个屁！这飞舟速度极快，呼啸间，在这通天河东脉的墨游区域里，直接穿梭虚无，所过之处掀起一连串的音爆。这声音巨大，直接就让通天河东脉墨游区域里存在于深山以及丛林内的无数凶兽纷纷心惊，一个个在察觉到了那飞梭上散出的白小纯那惊人的修为波动后，都立刻收敛气息，不敢露出丝毫。这些连墨游宗门的修士都不敢轻易招惹的凶兽，都在感受到了白小纯的气势后，全部龟缩，就更不用说那些墨游宗门了。这一路上的所有墨游宗门都一个个心惊肉跳，甚至有不少在看到天空呼啸而过的飞舟后，都立刻恭敬的膜拜，不敢露出丝毫不敬之意。他们也大都看出，这非洲内存在之人身份必定高贵无比，毕竟这种修为的波动，他们只是感受了一下，就立刻心神震荡，无法自抑。在这非洲的疾驰中，其速度越来越快，也就是几个时辰，竟直接从末游区域靠近了下游的边缘。这里的一草一木，白小纯不说都熟知，可也有着无比的熟悉的感觉，因为他选择的道路正是当年灵溪宗的势力范围所管辖的末游区域。而随着踏入当年灵溪宗在下游的本土时，这里的一切让白小纯更熟悉了。他看到了通天河，甚至看到了一处大山后因自己的非洲而被震醒的一个如山的巨人。这巨人躺在那里，很是烦躁地睁开眼，正要大吼，可在感受到了非洲内白小纯的气息后，却是嘴巴猛地就闭上，身体哆嗦了一下，赶紧缩头。这巨人白小纯眼熟，他当年在灵溪宗外出历练时曾遇到过，此刻重新看到，内心也有激动。实在是当年的他看到这巨人需要小心翼翼，可如今再次看去，他一眼就看出这巨人的战力最多也就是元婴而已。只不过因其身体有蛮荒土著血脉，再加上通天河气息的滋养，所以身体才会这般庞大。哈哈，我现在果然已经很强大了吗？白小纯内心振奋中得意洋洋，操控非洲在这当年灵溪宗的范围内急速驰过。宋缺与神算子也都心情激荡，无法平静，不断的看向逆河宗所在的方向。不多时，远远的，白小纯已经看到了洛尘山脉。在看到洛尘山脉的瞬间，他的心中有些波澜，可很快就散去，收回目光，加速前行中。这原本当年对白小纯而言范围极大的灵溪宗区域，眼下在他的修为加持下，在那非洲的急速中，竟好似缩小了一般。只是一个时辰，他居然就几乎横穿了当年灵溪宗的区域。可渐渐的，白小纯的神色狐疑起来，他觉得有些不对劲。怎么回事？末游区域还可以看到修士，可怎么到了这曾经的下游区域，居然连个人影都看不到了？宋缺也看出了问题，在非洲上皱眉开口。神算子愣了一下，他虽可以推算，可那铜钱丢了，凭着他的修为也算不出什么端倪之处。三人都疑惑时，他们所在的非洲也终于来到了曾经灵溪宗的山门所在之地。刚一到来，灵溪宗两岸山峰立刻就出现在了白小纯三人的目中，可刹那间，他们三人就神色一变。此刻的灵溪宗故地竟有阵法光芒环绕，居然被人从内部开启了守护宗门的大阵。而阵法内可以看到大量的修士，这些修士都是当初逆河宗留下守护故地的弟子，他们的修为还不足以踏入中游，于是选择留在此地守护灵溪宗的根基。实际上不仅仅是灵溪宗如此，血溪宗、丹溪宗以及玄溪宗都有这样的布置。
一方面是守护故地，另一方面也是逆河宗四脉为防止万一留下的后路与宗门延续的种子。可眼下灵犀宗内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让白小纯这里内心猛地就突突一下。宋缺与神算子虽来自血溪宗，可他们也能想象得到，这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而灵犀宗若如此，那么血溪宗怕是也与此相似。此刻，随着非洲的到来，立刻灵犀宗阵法猛地掀起波动，内部的所有弟子一个个都警惕中神情紧张，死死地盯着天空。更有几个结丹修士刹那间就飞出人群，紧张地看着半空中来临的非洲，指挥弟子全力布阵。在这些结丹修士里，有一个中年男子，修为结丹中期的样子，明显是众人之首。只是他四身有隐疾，看起来很是虚弱，此刻面色更是极为凝重，藏着焦急，不断的打量那突然就出现在了灵犀宗上方的非洲。这非洲他有些眼熟，能看出是逆河宗之物。可如今的逆河宗流散在外的非洲也不是没有，仅仅是这非洲无法让他的警惕减少。侯大哥，白小纯呼吸有些急促，心中隐隐升起不安的同时，也一眼就看出了在那阵法内隐隐是众修之首的那个中年男子。此人正是白小纯的师兄侯云飞，更是侯小妹的哥哥。没有半点迟疑，随着白小纯话语的传出，他闪身就从非洲内一步踏了出来，直接就站在了半空中。而他的声音也传入到了阵法内，被所有人都听到后全部一愣，尤其是侯云飞更是怔了一下，盯着白小纯半晌，脸上渐渐露出无法置信与不可思议，失声惊呼：白小纯！侯云飞的声音传出后，他四周那几个结丹修士也都愣了一下，他们觉得白小纯这个名字有些耳熟，甚至不仅仅是他们，就连四周的灵犀宗的弟子也大都迟疑。就在侯云飞吃惊，四周众人迟疑时，白小纯一步间，整个人竟瞬间就模糊了一下，清晰时赫然就出现在了阵法内，侯云飞的前方。这阵法竟无法阻挡他丝毫，甚至都没有被触发半点，如同不存在一样。四周众人都大吃一惊，那几个结丹更是如临大敌，所有人都紧张无比，实在是白小纯到来的身影太过让人震撼。小纯，真的是你？侯云飞使劲吸了口气，此刻也反应过来，仔细的看了看白小纯后，内心顿时激动无比。他发现自己已经看不出白小纯的修为了，可能感受到对方身上传出的波动，竟比他见过的灵犀老祖还要惊人。好多年没看到侯云飞了，此刻见到故人，白小纯也很是激动，正要开口时，忽然的，侯云飞似想到了什么，面色一变，急速传出话语：小纯，你现在什么修为？啊？元婴大圆满吧？白小纯一愣，话语间，阵法外非洲上的宋缺与神算子也都走出非洲，出现在了半空中。侯云飞原本激动的神情，在听到了白小纯的话语后，虽心中震撼白小纯的修为，可还是苦笑起来。快走，不要留在这里，也不要去逆河宗。小纯，走吧，远远的离开通天河东脉。发生了什么事？这番话语落入白小纯耳中的瞬间，白小纯面色陡然变化，呼吸急促，大声开口。侯云飞摇头惨然一笑，他知道这件事不能瞒着白小纯，且想到白小纯在星空道极宗的身份，内心深处也带着一丝希望，迟疑了一下后，还是如实的说出了眼下的逆河宗正面临的危机。当听到中游三大宗门联手，如今正对逆河宗发起灭宗之战时，白小纯眼珠子瞬间就赤红一片，杀意迎胸，整个人颤抖中怒吼一声，刹那就冲出阵法，一步走向非洲，根本就没理会宋缺与神算子，全部修为毫不吝惜的爆发开来，操控非洲以比之前还要快上数倍的速度。轰的一声，直奔逆河宗。小纯！侯云飞赶紧高呼，可还是晚了，白小纯的速度太快，刹那无影。而半空中的宋缺与神算子也都听到了侯云飞之前的话语，二人也都神色狂变，就要展开全速冲向逆河宗的方向。不过临走前，神算子眼看侯云飞焦急，他知道侯云飞与白小纯的关系，连忙开口：侯师兄不用担心，只要白小纯能赶上，三大宗门算个屁。第865集，你们敢？865集，可是他们有三大天人啊！侯云飞心中无比懊悔。天人3个，神算子迟疑了一下，内心有些没底时，远处正要疾驰而去的宋缺头也不回，声音蓦然回荡：只要不是天人后期，在白小纯面前依旧是要惨。别人不知道白小纯在蛮荒的恐怖与强悍，哪怕是神算子也都是听白小纯自吹自擂，脑海里没有直接的画面，可宋缺却是对白小纯那里不说清清楚楚，也都差不多了。半神岳父，弟子明皇，这只是身份，而在魁皇城内与天人明争暗斗，与满朝文武为敌，在整个蛮荒走了一圈，不但毫发无损，更是修为攀升。这样的人会忌惮区区3个天人？更不用说宋缺可是亲眼看到白小纯与红尘女的一战。那一战，白小纯与红尘女虽都没有全力出手，可二人之间的斗法，在元婴期的宋缺看去，白小纯的战力早已超越了元婴，甚至超越了寻常的天人。毕竟
红尘女可是蛮荒天骄，巨鬼王的女儿，更是无限的接近了天人中期。所以听到了侯云飞的交集后，他哪怕心中对白小纯不舒服，可也知道分寸，说出的那句话更是好似斩钉切铁，传遍八方，让所有听到之人都内心狂震，瞠目结舌的同时，更觉得不可思议。实在是对他们来说，天人那就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了，任何一个都可以惊天动地，镇压一切。没错，只要白小纯赶到了，一切就化解了。神算子也赶紧安慰一句，转身跟随宋缺直奔逆河宗的方向。他们的身后，灵犀宗阵法内，侯云飞脑海里还回荡着宋缺的话。他虽相信白小纯不会鲁莽，也看出了宋缺的修为已踏入元婴，可还是对于白小纯连中游3大天人都毫不在意的事情，觉得有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吗？就在侯云飞这里稀奇时，他身边的那几个结丹，其中一人眼睛瞪得铜铃大，失声惊呼：“我想起来了，他就是那传说中的白小纯。据说如今灵尾姬的稀少，就是因为他。天哪，我也想起来了，他就是白小纯。那蛇谷禁地如今都空了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促使了4大宗融合凝聚，成为了逆河宗，更是逆河宗的灵魂与希望。第一天骄而后作为质子进入星空道极宗，在长城成为了万夫长，最终失踪在了蛮荒的白小纯。那几个结丹修士陆续失声的同时，四周的灵犀宗的弟子也都渐渐想起了这熟悉的名字，一个个都稀奇连连时失声惊呼之音此起彼伏，实在是白小纯在灵犀宗的名气太大了。他当年做出的那些事情，如今早已成为了无数低阶弟子口中不断流传的神话。就在灵犀宗的众人一个个仍自震撼不已时，此刻的白小纯，他的气息狂躁，他的双眼红彤彤的一片，他的修为全面爆发，操控非洲以无法形容的速度冲向逆河宗。李说，掌门大师兄，灵犀老祖，血溪老祖，你们坚持住！君婉、小妹、铁蛋那一个个身影不断的浮现在白小纯的脑海里，让他越来越狂暴了。此刻的他根本就没去考虑自己的生死，他虽怕死，可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宗门有危机，自己却逃生。弱小时的他被宗门保护，而如今的他已经有资格去守护宗门。甚至白小纯还觉得速度慢，加上没有宋缺与神算子，他不需要顾忌二人能否承受。此刻竟目光一闪之下，强行带着非洲开始挪移。轰轰之声回荡苍穹，每一次挪移，那非洲都直接跨越虚无，出现后继续疾驰，隔了片刻就再次挪移。这般疯狂的消耗，就使得白小纯的速度在本就惊人的程度下又一次的爆发，甚至这速度都超越了寻常天人，就算是天人中期也都无法达到，已经无限的接近了天人后期的速度。一路轰鸣中，跨越了下游与中游的界限，踏入中游区域，向着逆河宗越来越近。而此刻的逆河宗也已经到了风雨飘摇的时刻，无数的术法光芒漫天，轰轰之声距离很远都可以听到。放眼看去，他们的四周来自其他3宗的10万修士正从3个方向全面进攻。在这进攻下，逆河宗根本就不是对手，只能不断的退后，依靠阵法勉强喘息。只是伤亡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出现，如同是一个弥漫了伤口的巨人，只剩下了最后一口气与斗志在支撑。由空榕树形成的阵法，此刻已经千疮百孔，不断的扭曲中，一道又一道裂缝正急速的出现。每一道裂缝的显露，都让维持阵法的玄溪一脉弟子大口喷出鲜血，可却依旧咆哮中，不顾一切的去修复阵法。可就算是这样，但也坚持不了多久，怕是一炷香都很难维持。而丹溪一脉的弟子也都一个个疲惫接近极限，他们游走在阵法内外，不断的去救援3脉弟子，为他们疗伤的同时，在必要的时候也需拼死杀戮。最惨烈的要数灵犀一脉与血溪一脉，他们是逆河宗的主力，也承受了最大的冲击。灵犀一脉的所有阵法巨人，此刻10不存3，陆续的崩溃中，其内的弟子也都鲜血狂喷。上官天佑眼睛血红，厮杀到了极致；北韩烈更是如此，他的眼泪在目中流淌，吼声嘶哑，状若癫狂。还有太多的灵犀一脉弟子都已疯狂，至于血溪一脉也是这样，尸魁也好，魔头也罢，还有那几封血子各有死伤，唯独中锋的血剑还在维持战局的同时，也在宋君婉的支撑下，与无极子以及血梅一起，一方面抵抗敌方，一方面则是尽力去救助身边修士。宋君婉的疲惫已经到了极致，他的伤势早就很重，已经好几次被丹溪一脉喂下了丹药，可眼下还是又到了精疲力尽之时，他的目中慢慢绝望。放眼整个战场，稻草人已分崩离析，黑白太阳也都碎灭了，里面的乌鸦也都死去。惨淡的同时，那条老龙也都奄奄一息，只有铁蛋依旧咆哮中，不断的四下继续穿梭，救援全部区域。而元婴之战，逆河宗更是一败涂地，甚至都没有办法单独开辟战场，只能在那人群内不断的穿梭，不断的对抗，不断的厮杀。远远一看，中游3大宗门如同3只大手，正不断的压缩逆河宗，
而在天空上，3位天人的气息惊天动地。这阵法差不多了，此战不可拖延过久。毕竟星空道极宗内对于我们的这一次行动也都有不同声音，耽搁下去怕生出意外。也罢，我3人一同出手，将这阵法碎灭，将这逆河宗从我中有抹去好了。苍穹上3大宗门的3位天人老祖相互看了看后，立刻都目光露出精芒。3人瞬间同时出手，顿时一道裂天剑气，一只遮天大手，一片雷云黑雾，刹那就同时出现，直奔阵法。速度之快，在逆河宗众人绝望下，轰鸣中直接就落在了空榕树上。空榕树形成的本就已经摇摇欲坠的阵法，再也支撑不住，轰的一下，彻底崩溃爆开。随着爆开，四周10万修士顿时一个个嗷嗷中发动了总攻。一时之间，逆河宗节节败退，顿时危机到了极致。而那3大天人的身影也瞬间冲向逆河宗，而阻挡他们的正是铁蛋那愤怒咆哮中飞出的身影，还有血祖之身，此刻也猛地睁开眼，隆隆而动，更有一只猴子，一只兔子，速度之快超越闪电，直奔3大天人。灵犀老祖一样不惜代价阻挡而去。全宗危机，灵犀与血溪一脉，所有弟子在这身前无数敌方的冲击下，绝望中倒退。而宋君婉那里更是早就有5个元婴修士盯上，5人刹那间就直奔宋君婉，要去摧毁血剑，击杀无极子，击杀这操控中锋血剑的宋君婉。宋君婉凄然苦笑，眼看那5个元婴强者呼啸而来，眼看无极子也都喷出鲜血，自身难保，他的目中已经露出了死意。可就在这时，忽然的，从那天边有一声能让天地颤抖，让风云色变，蕴含了滔天怒意，更是焦急无比的咆哮，如滚滚天雷般轰轰而来，其音之大，其音之势，撼动全部战场。你们敢！第866集，他是白小纯。这声音的传来，似整个中游世界都为之震颤，震得无数正在交战的双方修士都脑海嗡的一声。可这里面反应最快的就是铁蛋，他在听到这声音的瞬间，整个身体都激动的颤抖了，发出一声激昂高亢的咆哮，目中露出狂喜。还有宋君婉，也是在一愣之后，目中的死意迅速被难以置信之色覆盖，更带着不可思议，目光一下子就落在了远处天边，一道展开了急速，如穿梭虚无而来的站在非洲上的身影。只是这容纳了10多万人的战场范围太大，交战双方的修士又太多，激烈无比的同时，白小纯的声音哪怕再惊天，也都最多是一块大石落入了湖中而已。虽掀起了不小的涟漪，可在无数人的心中却并不认为这涟漪可以翻滚成为滔天大浪，甚至立刻就有数百3宗修士在外围改变方向，直奔呼啸而来的白小纯，要去阻挡其脚步。更有2个3宗的元婴修士也都从不同方向迈步，杀向白小纯。哪怕是宋君婉，在激动之后，也都认为白小纯的到来改变不了什么，甚至焦急起来。他四周那5个元婴修士更是冷哼一声，速度只是一顿后就立刻加速，刹那就有2人围住了伤势极重的无极子，而余下的3人则直奔宋君婉。实在是宋君婉操控的中锋血剑对元婴也都有一定的抵抗力，可最关键的是这中锋血剑上的宋君婉，还有其身边的不少中锋弟子，他们的剑阵对于元婴以下修士的杀伤力太大，有着中锋血剑在，就使得这一路的3宗弟子被不断的阻挡，唯有将其斩杀后才可缩短时间，使得这一路的3宗弟子势如破竹，一鼓作气杀入逆河宗山门内。那3个元婴修士速度爆发，破空声中就要临近，而宋君婉四周的中锋弟子即便全盛状态下也根本就无法阻挡，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3个元婴修士眨眼间已经出现在了宋君婉的身边，形势危机生死一线。所有人都无力回天，远处急速赶来的白小纯也都看到了这一幕，他看到了整个逆河宗的危机，他的脑海翻腾着无法遏制的疯狂，他的目中赤红到了极致，怒吼中非洲竟然烧起来，轰的一声，直奔前方那数百个上前要来阻拦的3宗弟子。双方眨眼间就碰到了一起，轰鸣之声刹那惊天，那数百个弟子，所有人不管什么修为，竟都还没等靠近白小纯，只是那非洲掀起的冲击与火焰就瞬间全部在那轰鸣下4分5裂，形神俱灭。而这非洲更是如一把撼动苍穹的利剑，摧枯拉朽，直接就冲入到了战场上，燃烧中一路疾驰，一路轰鸣，一路灭杀，所过之处竟无人能阻挡半点，只要靠近，甚至还没碰触就立刻崩溃，转瞬身死魂消，速度之快，远远看去只能看到一条火焰之剑刹那间就从战场外直接穿透而过，一瞬就出现在了血溪一脉的战区中，出现在了宋君婉所在之地。这速度到了极致，以至于此刻杀来时，那3个元婴修士都只是刚刚出现在宋君婉身边，还没等出手，他们的身后就传来射人的破空轰鸣声，这声音太过突然，白小纯来的又太快，他们3位，2个元婴初期，1个元婴中期，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刚一下意识的回头，顿时他们瞳孔内的世界就被一艘燃烧的非洲直接取代。砰的一声，
那非洲竟没有半点停顿，直接就撞击在了这3个元婴修士的身上。轰轰之声刹那震天时，非洲猛然爆开，形成了一股毁灭之力，横扫四方时，那3个元婴修士根本就连哼都来不及发出一声，刹那就被那毁灭之力直接吞噬，灰飞烟灭。甚至那2个围攻无极子的元婴修士也都狂喷鲜血，神色内露出无法置信的惊骇，眼珠子都要掉下来，内心轰鸣中骤然后退。而白小纯的身影则是在那非洲自爆的同时，一步走出，直接就出现在了宋君婉的身边，一把拦住他的腰后，右手抬起猛地一挥，顿时那非洲自爆形成的毁灭之力竟没有一丝一毫的散在逆河宗修士身上，而是被一股大力卷起，竟分成了数千份，向着四周所有的非逆河宗之人拍击而去。至于那2个围攻无极子的元婴修士，此时也都在劫难逃，被那火焰的毁灭之力刹那笼罩在内。瞬间，无数凄厉的惨叫骤然回荡，在这四周立刻就出现了数千伙人，这些人都是3宗修士，他们的惨叫也只是传出了几声，就直接被那充满毁灭的火焰焚烧成为了飞灰。这一切说来话长，可也只是瞬间发生，从白小纯出手，直至挥手间5大元婴灭亡，数千修士灭绝，都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太快了，快得让人无法反应过来。而此地形成的波动又太大，顿时就让整个战场全部震动，无数人的目光不由自主的就都看向了白小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3宗修士才纷纷反应过来，一个个倒吸口气：天哪，这是怎么回事？该死，此人是谁？有些眼熟。就在3宗修士吸气时，逆河宗的弟子顿时就传出了充满欢欣激动的惊呼声：白小纯，是白小纯，白师叔，他是白师叔，白小纯。这声音陆续回荡，渐渐扩散整个战场后，白小纯的名字从无数人口中传出，上官天佑、北韩烈、灵犀老祖、血犀老祖、猴子、兔子，所有人都在这一刻心神强烈震动。而3宗内的曾经的那些天骄，如今的中流砥柱们，一个个都颤抖了，他们的目中露出仇恨，他的脸上都统一的存在了一个乌龟的印记，甚至就连3大天人老祖也都皱起眉头。可他们3人却没有功夫理会白小纯，虽对白小纯的出现有吃惊，可依旧自信，毕竟白小纯在他们看去，虽战力有些古怪，可修为也只是元婴大圆满而已。不用理会，我3人先全力出手，灭了这逆河宗的核心，再去斩杀此人。这3位天人立刻有了共识，收回目光，瞬间出手。其中星河院的天人出手就是大手遮天，一人之力就直接将灵犀老祖、猴子以及兔子，还有那来临的血祖全部镇压。而道和院的老祖全身剑气弥漫，他看向铁蛋时，目中带着贪婪，直奔铁蛋，剑气无数，惊天动地。至于极和院的老祖，全身上下都弥漫黑雾，此刻扩散之下，竟是去摧毁逆河宗的山门根基，黑气所过之处，大地枯萎，似在他的出手下，很快的就连逆河宗的山门都将成为废土。更是在这一刻，3人的意志取代了此方天意，苍穹翻滚，乌云扩散。宋君婉此刻只觉得脑海嗡嗡的，呆呆的看着白小纯，只觉得这一切如同做梦，张开嘴不知道说些什么。可眼下宗门危机，白小纯有千言万语也没时间去说。他将宋君婉放在一旁后，右手抬起一挥，顿时宋君婉的身上就有一层光幕浮现。这光幕是白小纯亲自布置，非天人不可破。做完这些，白小纯猛地抬头看向逆河宗内正在横扫一切的3大天人，白小纯心知肚明，这3人才是重点，只有镇压了他们，才可让这场战争反败为胜。只不过3个天人初期，也敢在我面前撒野？白小纯眼睛红彤彤的，尤其是看到那满身剑气的道和院的天人竟操控无数剑气要去斩杀铁蛋时，白小纯目中通天法眼猛地开启，瞬间一道紫光急射而出，直奔道和院的天人老祖时，他的身影也已超越了闪电的速度，刹那间就从原地直奔山门。第867集斩肉身。此刻的山门内，铁蛋激动无比，哪怕眼前危机，可他依旧目中露出喜悦，身体振奋，似有了用不完的法力，可还是知晓分寸，明白不是那天人老祖的对手。此刻咆哮一声，全身上下出现黑色火海，那火海凝聚成他的模样，转身退后。而在他退后的刹那，道和院的天人老祖右手掐诀间，顿时四周剑气猛地凝聚在了一起，形成了一把虚幻的大剑，弥漫了天意，如同天威，向着铁蛋猛地斩去。对于正急速而来的白小纯，这道和院的天人老祖内心轻蔑不屑，尤其是那道紫光，他更是袖子一甩，顿时那剑气分散了一部分，直奔来临的紫光。可就在他的剑气碰触紫光的刹那，这剑气竟瞬间崩溃，那紫光好似无法被阻挡，刹那间就呼啸而过。道和院天人老祖一怔，身体刹那后退，可还是被那紫光碰到了身躯，整个人猛地就震了一下，居然在那一瞬间好似被限制了身体。这就让他神色大变，内心咯噔一下的同时，白小纯的身影
瞬间就从远处骤然到来，直接就出现在了铁蛋的面前。铁蛋激动的大吼，目中的狂喜无法掩饰，在他感觉白小纯就是自己的父亲一样，只要有他在，那么一切都可以化解。这是一种依赖，更是一种亲情。白小纯刚一出现，猛地大吼一声，右手抬起向着那来临的大剑，直接一拳落下。这一幕被那道河院的天人老祖看到，内心一松，目中露出冰冷。那紫光虽诡异，可此人还是太年轻了，居然不是趁机来伤我，而是去碰触我最锋利的剑气，实在是着。可还没等这道河院的天人老祖内心话语说完，顿时他的眼珠子就猛地瞪了起来，好像见鬼了似的。只见那让他很是自信的剑气，此刻锵的一声与白小纯的拳头碰触，可碎裂的却不是那只拳头，而是那剑气。这剑气好似撞在了铜墙铁壁上，刹那间就分崩离析，轰然爆开，居然无法伤白小纯丝毫，只能在这碎裂中扩散八方。这一幕让那道河院的天人老祖整个人都机灵了一下，倒吸口气，发现天意之力竟对白小纯无效后，他失声惊呼：“你也是天人！”在他的声音传出的瞬间，四周所有听到之人都内心狂震，一个个目中都带着无法置信，而逆河宗的弟子则是立刻激动振奋起来。至于灵犀老祖以及血族体内的血犀老祖，还有猴子兔子，也都是精神大振。而星河院与极河院的天人内心一惊，但杀意却更强，毕竟他们有3位天人。你找死！白小纯眼睛满是血色，他看到了铁蛋身上的伤势，尤其是其脖子上触目惊心的疤痕，更是让白小纯心痛到了极致。此刻怒吼一声，他身体猛地就冲出，直奔道河院的天人老祖。道河院的天人老祖内心一沉，可他毕竟是天人境界，虽是凡道，但依旧有天人的傲然。此刻双手猛地掐诀，顿时全身上下剑气再次散开，而苍穹在这一刻也都有一把把大剑幻化，轰鸣间4族有10万以上，横扫八方，直奔白小纯如雨般降临。这些大剑任何一道都可以让元婴重创，里面蕴含了道河院老祖的意志，如今更是取代天意，有天地之力凝聚，威力更大。而他要做的也不是直接将白小纯斩杀，而是限制一下。此刻的星河院以及极河院的天人老祖也都急速而来，要3人联手最先斩杀这突然出现的，在他们看来威胁最大可却不自量力的白小纯。可就在星河院以及极河院的老祖飞来，道河院老祖的10万大剑向着白小纯呼啸而去的瞬间，白小纯猛地一步走出，随着脚步落下，他的肉身之力在这一刻轰然爆发，不死谷大圆满的力量运转到了极致后，直接就展开了撼山状。以不死谷大圆满的肉身之力催发撼山状，这力量的暴增直接惊天动地。而白小纯的速度也刹那间轰然爆发，整个人如化身远古的凶兽，直接就撞击而去。速度之快，甚至都让四周的虚无出现裂缝。眨眼间，在那道河院的老祖面色巨变的一瞬，白小纯的速度竟超越了那些大剑。还没等那10万大剑落下，他就直接出现在了道河院天人老祖的身前，狠狠一撞。轰的一声，道河院老祖嘴角溢出鲜血，猛地倒退。可就在他退后的瞬间，依旧保持急速的白小纯右手猛地抬起，不是握拳，而是拇指与食指散出惊人的黑芒，如同化作了一个黑洞，散发出震人心神的吸力，正是碎喉锁。刹那，正在退后的道河院老祖，他的身体猛地一顿，神色再度变化，内心惊惧时，白小纯的右手已如闪电一般，直奔道河院老祖的脖子而去。危机关头，道河院老祖根本就来不及思索太多，他不是没与天人交手过，可却从来没有遇到如白小纯这样，不但速度惊人，更是爆发惊人，尤其是那种气势凶残的同时，好似铁血无比，仿佛要同归于尽般。这种疯狂若不理智也就罢了，可偏偏他在白小纯的目中看到的虽是癫狂的杀机，但其动作居然计算的极为巧妙，仿佛其战斗本能。道河院老祖吸气时，脑海掀起滔天大浪，眼看危机，甚至星河院与极河院的老祖都来不及救援。他大吼一声，顿时那些本应该冲向白小纯的10万大剑，居然调转方向，直奔他与白小纯的中间虚无而来，要去阻挡。刹那降临，10万大剑如骤雨，轰鸣落下时，白小纯目光一闪，竟没有去闪躲，任由那些大剑落在身上，右手速度更快，刹那就一把抓在了道河院老祖的左侧肩膀上，狠狠一捏，通过碎喉锁爆发出的惊人之力，刹那就在咔嚓一声中，将道河院老祖的左侧肩膀直接捏得粉碎，连带整个手臂也都刹那残废。凄厉之音从道河院老祖口中传出，他面色苍白，目中也露出疯狂，可在那疯狂的背后，则是藏着骇然。他自从晋升天人后，还从来没遇到如此大敌，此刻更是无心再战。他猛地吸气，竟不惜展开燃烧寿元的秘法，身体轰的一声急速倒退，要与白小纯拉开距离。他可不想独自战白小纯，只是几乎在他展开秘法暴退的瞬间，白小纯毫不迟疑的就施展了不死劲，
顿时整个世界在他眼前好似都缓慢下来，唯独他这里不但如常，甚至速度更快，一瞬就冲出，刹那追上了施展秘法的道和宗老祖。而这一幕在外人看来更是不同，他们只看到白小纯一晃，掀起的音爆还没完全爆开，居然直接就追上了道和院老祖。说时迟那时快，在追上道和院老祖的刹那，白小纯右手握拳，狠狠的一拳落下，堪比天人的肉身之力，配合修为，形成了第3次的爆发，轰的一声落在了道和院老祖的身上。道和院老祖狂喷鲜血，胸口都凹陷下去，整个人生机都暗淡了不少，神色中的骇然与内心的恐惧，这一刻已经到了极致，大吼中疯狂的就要后退。他在这一瞬清晰无比的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而眼下星河院与极河院的老祖也都急速赶来，可白小纯之前的一连串出手实在太快，如今他们眼看就要接近。可就在这时，白小纯目中蓦然一闪，一股滔天的寒气瞬间就从他体内轰然扩散，直接覆盖方圆1000丈。1000丈内的苍穹刹那就成为了一片寒池，更是在这寒池内直接就形成了一面面寒镜，化作了9尊白小纯的投影。这9尊投影刚一出现，就如闪电般直奔道和院老祖，速度之快，在那道和院老祖的一声声凄厉的惨叫中，直接就从他身体内穿梭斩杀而过。轰轰之声回荡间，道和院老祖的人头陡然飞出，身体更是瞬间4分5裂。可他的元神却是不知展开了什么秘法，又或者施展了什么珍贵至极的保命法宝，使得在这绝命一击下没有灭亡，但也被重创的模糊暗淡，尖利的惨叫声中向着远处急速逃遁。此刻他满脑子都是肉身消亡的骇然与对死亡的极致恐惧。第868集战。眼看到河宗的老祖逃走，白小纯明白自己如今不能去追击，可却不甘心，于是冷哼一声，顿时四周寒池内他的9个投影刹那就扩散开来，居然冲入到了下方的战场上。所过之处势如破竹，重点就是那些3宗的元婴修士，刹那间竟一连斩杀10多位，这才慢慢消散。这是白小纯以元婴大圆满展开的寒境之力，能幻化出多个投影，且具备一定的战力，可却无法坚持太久。而这一切实际上从他出手直至道和院老祖肉身被斩，元神逃遁，白小纯投影斩杀10多位元婴，从头到尾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速度之快让所有看到之人都内心掀起前所未有的震动，好似无数天雷同时在耳边不断的爆开。这不可能，老祖，这怎么会这样？他到底是什么修为？几个呼吸击败天人之余，更是斩杀了10多个元婴。3宗修士全部骇然，一个个身体颤抖，目中带着无法置信，更有强烈无比的惊恐。他们是眼睁睁的看着白小纯击败了天人老祖，而那道和院的老祖如丧家之犬逃走的身影，也让所有人都脑海嗡鸣不断，无法接受。尤其是道和院的修士，更是一个个哆嗦起来，他们的恐惧最深，已超越了一切。还有那些曾经被白小纯用小乌龟盖上了印记的3宗天骄，如今也都内心骇然，颤抖中不断的吸气。他们是最无法相信眼前这一幕的，可是那险些死亡、狼狈逃走的道和院老祖的身影，却无不证明了此刻的白小纯已经强悍到了让他们无法想象的程度。整个战场，3宗修士士气瞬间低落万丈。与此同时，逆河宗的修士也在一愣之后爆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欢呼之声。他们无法不激动，他们怎能不振奋？逆河宗被压抑了太久，这些年来始终被3宗欺负，哪怕弟子在外历练也都如此，甚至摩擦不断，经常会有对方主动找事并杀人的事情发生。可逆河宗毕竟势力不够，为了大局，为了不引起太大的冲突，最重要的是为了不给3宗一个灭逆河宗的机会，他们只能忍耐。只是忍耐到了极致后，3宗依旧还是获得了星空道极宗的默许，要来灭了逆河宗。这就使得所有逆河宗的弟子，他们对于3宗的恨已不共戴天一般。此刻眼看那最强的道和院高高在上的天人老祖如此狼狈的逃遁，他们的激动已无法形容。最重要是白小纯的身份，他是逆河宗的核心灵魂，逆河宗的名字都是他起的，他更是逆河宗的骄傲，传说当之无愧的绝世天骄。白师祖，白师祖，白师祖！不知是谁第一个吼出这样的称呼，很快的，整个逆河宗弟子内音浪滔天，轰鸣八方。这里面宋君婉的激动更为强烈，他看着白小纯，那种做梦的感觉始终都在，眼泪慢慢在眼圈里转动，那是惊喜的泪水。上官天佑沉默，疲惫的面孔上，那目中深处带着复杂。可这么多年过去，他已不是当年沉稳了太多。还有北韩烈，他的拳头握住，看向四周3宗弟子时，目中露出痛恨。他的身边有一具尸体，那是大黑狗的尸体。在白小纯没有到来前，在北韩烈的一次危机下，大黑狗带他抵抗，以死保护。山门中，血族体内，血溪老祖也身体颤抖，面色激动。之前就连他也都绝望了，眼下他的神色有些恍惚，一息间好似看到了当年中峰上
白小纯那化身叶藏的身影。血祖的头顶，兔子盯着白小纯，口中嘀咕了几句，没人知道他在说些什么。还有灵犀老祖，还有郑远东，还有那只猴子，此刻都振奋中看到了宗门的希望。他就是那个奇迹。猴子轻声喃喃，目中越发深邃。在这整个逆河宗都振奋时，苍穹上的白小纯气势震天，转头时猛地就看向那因道和院老祖的肉身被斩，元神狼狈逃遁，而猛地停顿下来，似不敢轻易上前的星河院以及极河院的天人老祖。这两位天人此刻内心的震撼，因他们了解天人的境界，所以脑海的风暴超越了所有人，他们的喘息急促，目中此刻还残留着骇然。他们知道那位道和院的老祖虽也是天人初期，可因功法的不同，是三人中最强的一个，而这样的人居然在几个呼吸里就差点被白小纯斩杀。可以想象，若非是在战场上，白小纯无法追击，怕是那道和院老祖今天在劫难逃。能杀天人，这4个字的重量让星河院与极河院的老祖内心狂震。他们知道天人之间因都可取代天意，有着用不完的灵力，甚至术法神通都有天地之威，在天人以下修士看来，说是神灵也都差不多。越是这样，就越是很难被同境杀死，除非是高境界出手，否则的话，同样是天人初期，最多只是有胜负，想要杀人几乎不可能。只是眼前的一切又让他们无法不去相信。此刻眼看白小纯目光扫了过来，二人刹那间就修为爆发。白小纯，今日之战，我们罢休如何？我们出手也是因逆河宗没有天人，眼下既然有了天人，一切都是误会。在这修为爆发中，这两位天人望着白小纯，紧张中立刻开口。若有可能，他们也不想继续打了，实在是面对白小纯，他们没有把握，更是心存强烈的忌惮，生怕白小纯不同意。他们又赶紧站在逆河宗的角度去劝说起来。白小纯，你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你逆河宗的弟子考虑啊！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好久，大家何必打打杀杀？没错，我三宗弟子占据优势，一旦继续开战，对逆河宗不利啊！且逆河宗的弟子都已疲惫，一旦继续开战，必定有伤亡，那可都是你的同门啊！白小纯沉默，冷眼看着二人，可还没等他开口，山门内灵犀老祖就猛地抬头，大吼一声：“小纯，不把他们打得痛了，此事岂能结束？我逆河宗的血又岂能白流？而这里更不能是他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随着灵犀老祖的大吼，逆河宗这一刻所有的弟子一个个也都红了眼，猛地传出滔天怒吼：“老祖出手，我等愿战！侵犯我逆河宗，必要付出血的代价！”这声音越来越强烈的同时，四周那三宗的10万修士也都颤抖，他们此刻根本就无心再战，此刻竟在这逆河宗的吼声下开始了退后。白小纯眼看如此，目中杀意猛地爆发，身体轰的一声直奔苍穹上的那两位天人而去。他也不愿杀戮，可他明白老祖说的对，来侵犯我逆河宗，岂能不付出代价？区区一个天人的肉身根本不够。天空上的星河院与极河院的两位老祖此刻内心咯噔一声，神色大变。他们知道这一战没法退了，既然一个人打不过，那么就彼此完成之前的联手。二人目中露出果断的同时，不敢有丝毫大意，一出手就是最强神通。顿时天地轰鸣，天意翻滚苍穹的同时，星河院的老祖身体外雾气惊天，隐隐有无数星辰在内，好似随时可以落下，轰鸣大地。而极河院老祖那里一样如临大敌，他身上竟散出滚滚魔意，身后有一尊高大的魔影，这魔影居然似有千手，速度之快，刹那间就直接到了这楼梯上方的尽头，向着上面的鬼州一层猛地冲入进去。可就在白小纯冲入的刹那，他眼前一花，还没等松了口气，目光一扫，整个人就再次如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眼睛瞪得老大，脑海轰隆一声，吸气连连。他的目中居然又看到了那两副骸骨以及摇晃的摇椅，这里居然还是第2层，而那摇椅此刻的摇晃更剧烈了，隐隐好似有鬼